印度安全部队又挨了反政府武装一顿暴打，这么日常的事儿，怎么也要抱怨中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1月13日，在与缅甸接壤的印度曼尼普尔邦丘拉昌德普尔地区，那么一个印军的安全部队的车队遭到了反政府武装的袭击，死了7个人。那么伤亡者呢，包括一个指挥官，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一个6岁的儿子，还有4名阿萨姆步枪队第46营的4个快反部队士兵。然后印度方面就说呢，伤亡挺惨重的，但是这个事儿是中国指使的，莫名其妙就把这个锅扣到中国头上了。按照印度说法，当地反政府武装长期和中国有各种联系，那简直就是中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之一了。这种袭击的目的就是打算把印度部署在中印边界的精锐部队调回来，毕竟不是正规军，对付这种袭击比较嫩，不靠谱。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对付这样几支反政府武装，印军还要正规军大量调动，这话就已经说得很丢人了。另外呢，印度人还讲，这次发起袭击的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缅甸那边几个邦的民族武装关系密切。缅甸这些民族武装一直用的是中国造的各种武器装备，这些装备呢又会通过这些个民族武装流入印度东北地区，让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拿到了各种枪支手榴弹。而且呢，他们认为听名字都知道，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叫解放军，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印度就不相信你们之间没有关系。其实呢，回顾一下，咱们4月中旬就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印度各种反政府武装怎么袭击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队的。那次说的是印度的这个纳萨尔武装，画个圈有用，纳萨尔武装这个名字大家可以记住。结果这个纳萨尔武装搞得印度40%面积都是游击区但是想想看，那支武装可没有挨着缅甸吧，他们的武装都是从印军手里缴获的。但是纳萨尔武装的事儿，印度同样也说要中国来负责。印度抱怨了这么多，他就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就算是有反政府武装，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政府控制不了的游击区。而且印度这些反政府游击区是全国性质的，这么大面积呢。其实以前在秘鲁有过这种情况，这反政府武装也弄出过大片根据地。那么秘鲁政府当时怎么做的呢？秘鲁政府是自己出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改善了民生，大家有了生活保障，也就不会参加游击队了。反过来讲，印度这些游击队怎么打都打不光，为什么？怎么来的？同样是印度的民生问题逼出来的。所以归根到底，就不是什么中国资助了印度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我们哪有那么多功夫，哪有那么多人在全印度到处跑去找人去搞出这么多游击队？其实呢，就是印度各级政府做得太狠，自己把人逼上绝路，上了梁山。印度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印度女性被迫害的问题，都成了纳萨尔游击队还有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这些武装内部的凝聚力。人家之所以要搞出一个游击队，就是因为想解放自己。那么印度政府想解决问题，要么学秘鲁，要么学中国。前者打土豪分田地，让耕者有其田，后者就是一个全国彻底革命，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莫迪政府恐怕哪一条都接受不了。至于说中国到底有没有真的资助过这些武装，我只能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历史相关的思想著作、影视作品确实有英文版对外发行过。你看前几天英国警方还在贝尔法斯特一个人的房子里边搜出过一本《地雷战》，就是70年代那种小人书，英文的。那书确实是我们的呀，不过反映的也是反法西斯游击战，我们能有什么错？但是为什么英国人要看这《地雷战》？那么看了以后学会了什么，做什么，那都是读者自己的事儿。有了什么问题，印度政府你别来找我。好，关于印度那些反政府武装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说。